这个案子现在的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这个诉讼过程中，其实就是为了将来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这个诉讼啊做一个预演。那么紧接着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整个2个小时的双方这样一个庭审过程中间的一个针锋相对的故事吧。Breaking news, Capitol Hill, where the House just passed a bill that could ban TikTok.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has passed a bill that would ban the Chinese-owned app here in the U.S. unless TikTok is sold to an American company within 6 months. Our intention is for TikTok to continue to operate, but not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这里我要讲一下就是这个联邦巡回上诉法庭的这个诉讼它不是原告和被告律师之间的交锋，而是法官跟各自律师的交锋。因为这个法官探讨的都是你现在诉的不是这个美国这个法律吗？那么其实讨论的都是这个法律本身是不是合宪，是不是违反了美国的宪法，所以它不是双方的交锋。你在法庭上陈述的就是说这个法律是合宪的还是不合宪，然后那个法官就从相反的角度去问你问题。这个诉讼一开始首先是 TikTok 的律师安努森他来阐述自己的意见。他阐述的意见主要就是2点。第一点就是说你现在美国政府你制定这个法律的时候，你讲到了，他说你现在为什么要进这个 TikTok 呢？说这个 TikTok 的内容由中国政府来控制操控，中国政府操控内容的嘛，对不对？所以你认为这个东西本身在美国不适合播放嘛？但是他讲了，他说美国宪法修正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你言论自由的保护不能以言论本身的内容和观点作为依据。言下之意是什么？言下之意就是说，就算这个言论退1万步讲是中国政府操控的，你也不能以这个理由来限制 TikTok 在美国的使用。这是第一点。I think the government tries to argue that because TikTok Inc. ultimately has a foreign owner, that somehow affects whether TikTok Inc., the U.S. entity, has First Amendment rights. That can't possibly. I don't think they're arguing that. I think what they're saying is TikTok Inc. may well have First Amendment rights and does, but TikTok Inc. can continue to curate to its heart's content. But what it can't do is do that while it's owned by China, because we're worried about what China does vis-a-vis TikTok Inc. Okay, well, I want to get to the bottom line of Your Honor's question, but I want to correct the premise. It's not owned by China. The owner of TikTok Inc., it's ByteDance Limited, is a Cayman Islands holding company that's owned by subject to Chinese control. They're subject to Chinese control. Well, they argue that, but I think the critical issue here is what they're saying is because there is the possibility of future Chinese control, right? They don't claim anything has happened yet. They claim there's future Chinese control, and therefore we can burden in a very significant way the speech of a U.S. entity and its users, which by definition is fully protected speech. So in order to say that they can do that, essentially take away the speaker rights of a U.S. entity, they surely have to meet strict scrutiny. 第二点就是美国政府针对 TikTok 的限制性的法律它都是基于不确定性的风险，而这种不确定的风险应该符合一个非常严格的审查标准才能合宪，否则的话这就不合宪。但是现在呢，他认为美国政府并没有符合这个严格限制的标准，同时呢，他认为其实有更好的替代方案。你完全有替代方案可以采取，你没有采取。那紧接着法官就开始问这个安努森了，他说那你知不知道过去有一个案子，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当年在美国成立了一个就是媒体办公室，后来呢，美国政府就把这个办公室给解散了。你知道这个案子吗？这个安努森说我不知道这个案子。那个法官问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看了吗？你说外国所有权的人在美国这种操纵言论也不可以也不能限制，但是美国政府当时不就是把那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这个负责宣传的办公室给解散了吗？那你怎么解释？是吧？而且那个法院裁决这是合法的，是吧？这个律师他可惜他对这个不是特别熟悉，他说我回头研究一下，我再给你回复然后紧接着这律师就讲了，他说如果你要是按照这个标准来审核的话，那你想想美国所有美国的民众他在 BBC 上
还能制作纪录片吗？还能接受半岛电视台的采访吗？因为这些都是外国政府的，甚至有的是外国敌对势力的，比如说半岛电视台，美国肯定是不友好的。那美国这些民众如果在半岛电视台上发表言论，那是不是可以呢？那法官紧接着就问这律师了，那我问你，你说这个外国政府控制啊，这个东西可以的话，那假如说是战时，中国政府要想收购 ABC 这家媒体，你认为可以吗？那这个律师就说，这个问题啊，它是个假设性问题，现在没打仗嘛，对不对？而且就算打仗了，那也应该符合一个严格的较高标准来进行讨论这个问题，是吧？而且呢，你说中国是敌对国家，这敌对国家怎么界定啊？对吧？你这个敌对势力到底怎么界定呢？因为不是普通的国家嘛。你既然说不是普通的国家，那这个敌对国家那都是你美国政府说了算。那美国政府说了算的话，你总要有个标准嘛，对吧？这是律师的观点。结果这时候这个拉奥法官呢就提出来一个奥布莱恩框架。这奥布莱恩框架是指1968年美国最高法院跟一个奥布莱恩这个诉讼案，这个诉讼案其实也涉及到的宪法第1修正案，在这里头确定了这么一个测试的4个标准，就是一个行为是不是合宪，美国政府啊出台的这样的一个法律啊，首先是第1条，政府有权通过这项法律，有没有权利？必须在授权的范围内，比如说你出于对国家安全或者公共秩序的考虑。第2，法律的目的是促进重要的或者实质性的政府利益，比如说政府你必须证明该法律所针对的问题是重要的，政府有充分的理由实施该法律。第3，政府的利益与压制言论自由无关，就是你政府其实你针对的是行为，而不是直接试图压制言论自由。第4，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不能超过实现政府利益所必须的程度，也就是比例原则。政府必须尽量减少对言论自由的影响，只能在实现政府目标的范围内进行必要的限制。这就是奥布莱恩框架，他就提出来，如果要是在第1修正案的范围内讨论这个问题的话，应该遵循这4个标准。那当时法官跟他探讨说，当时美国有一个书店，这书店呢它卖淫，它是卖淫场所了。后来美国政府就把这书店给关了，那个书店老板就把美国政府给告了，说你这限制我言论自由啊，因为我书店呢我是卖书的，书就涉及到这个言论自由啊。后来那人美国政府就解释了，我其实不是为了限制你的言论自由，是因为你卖淫嘛，或者是你偷税嘛，我处罚的是你这个行为啊。那么你这个行为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只是一个附带性的结果，不是针对这个结果，而且这个附带性的结果呢，也没有超出惩罚必要的范围。比如说你偷税，你这个就不给美国政府交税，那怎么办？那最后罚款之后你破产了，那能说美国政府限制你言论自由吗？不行。所以要遵循这4个框架来讨论这个话题啊。我觉得就是这第1轮的讨论呢，还算是比较精彩的，但是真正比较精彩的是这第2轮，就是这个费舍尔。这费舍尔呢，他的辩论呢比前面这个安鲁森呢要轻松一些。为什么呢？因为他代表的是那个8名美国公民嘛，他不需要背负一个中国政府操控就是这么一个公司的这么一个负担，所以他开宗明义就讲了，他说这个案子，他说诉讼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权利，因为这是意味着1.7亿美国民众他们的言论表达以及聆听言论自由的权利。如果这项法律得不到阻止的话，那么美国人将来你也没有办法在 BBC 这个制作纪录片了，没有办法在其他国家的那些平台上发表音乐了。那你想想，那美国人这个言论自由就不在了嘛？这里他就讲到了，他同样重复了刚才的逻辑。他说美国的言论自由的这样的一个法案，它有一个权利，就是他有权跟不同的出版商去合作。举个例子，我美国一个人要出版一本书，我这本书当然属于言论自由的范围了，我可以自由的选择我跟哪个出版商合作。比如说我既可以选择跟美国的出版商合作，我也可以选择跟朝鲜的出版商合作啊，跟中国的出版商合作啊，对吧？那这是我的权利啊。那你不能说现在 TikTok 它是中国控制的，
这 TikTok 就相当于一个出版商啊，我就跟他合作了，发表我的言论，在 TikTok 上发表我的言论，怎么就不行了呢？而且你们要求他必须剥离，你想想，福克斯，你现在美国政府，你的逻辑就相当于，你美国民众要想跟福克斯新闻发生联系的话，你就必须要求福克斯跟默多克先发生剥离。你如果福克斯跟默多克不剥离的话，美国民众就没有权利跟福克斯新闻进行合作。多荒谬的这个结论呐，是吧？多荒谬的逻辑呀！这费瑟尔在这讲，而且他讲到了，他说美国政府啊，他宣称的那些威胁啊，都夸大其词。你比如说 TikTok 当时要求你分享位置信息的时候，它都会有一个弹窗，问你是否愿意分享你的地理位置。你不愿意你就关了，你愿意就说明你不在乎。你要知道，美国政府现在拜登、川普，包括贺锦丽都在 TikTok 上开了账号。那如果要是说这个美国民众害怕自己的安全，你美国总统都在那上面有账号啊，那你们都不怕，你凭什么担心美国的老百姓怕呀？你们都是美国的一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啊，你们如果怕的话，那你们为什么要在 TikTok 上开账号啊？而且美国很多国会议员都在上面开账号啊，对不对？所以这是他的一个理由。而且他是讲到了，他说如果你要是因为外国所有权你进行限制的话，那你应该进行平等限制，对不对？你不能只限定中国。你美国政府原先不是通过了一个敌对敌国的法案吗？敌对敌国里头，俄罗斯、伊朗、什么朝鲜、中国这4个国家是敌对国家。那问题是，敌对国家，你现在这个法案里头，你也没有针对所有敌对国家呀，你针对的仅仅是 TikTok 这一个公司啊。你既然针对这一个公司，你动机何在啊？你真的是为了限制某种特定的行为，还是说你就想找 TikTok 别扭，你就是想找中国公司别扭呢？这费瑟尔就讲到了，他说立法者的动机一旦要成为不纯，存在着不端的动机，那么关于数据本身是不是安全根本都没有意义了，不需要考虑所以他就认为美国的国会通过这项法案根本就不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根本的原因就是想针对 TikTok 搞单独制裁。那法官当时就问了，那我还是问你，那如果要是战时的时候，那如果要是收购这 ABC， 你觉得能同意吗？费舍尔说了，互联网跟广播是不一样的，广播是单向输出，互联网是多向输出，发言的是美国民众，不是 TikTok， 发言的是美国的1.7亿观众，它自然的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言论场。这个言论场的判断应该是由美国民众来判定，而不是由美国政府来判定。我觉得这个反对还是很有道理的。那么紧接着他又讲了，那法官就问，他说你是不是赞成，如果战争期间这个美国政府采取这个措施，你也不赞成，禁止外国政府的控制的媒体在中国？这费舍尔就讲了，他说美国的国父华盛顿当时曾经说过，他说是要警惕的外国势力在美国的行为，但是他从来没有讲过要限制外国人在美国的言论自由，包括外国政府在美国境内的言论自由。美国的开放社会的这么一个立国的精神，它就是其实不惧怕这种外国的宣传性的思维。大家都知道，美国历史上有一个叫蒙特拉法案，这蒙特拉法案当时美国政府认为国外那些共产主义的小册子直接邮寄到美国民众的家里面。他说，如果你要是要愿意接受这个共产主义的小册子，就必须这些接受共产主义小册子的民众啊，要发一个声明，这个声明说我愿意接受，你才可以接受。后来这个官司打到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裁决美国政府违宪，不可以，美国政府没有权利要求美国的民众先发一个声明才接受来自于共产主义宣传的小册子。它不就是同样道理吗？是吧？就算你认为 TikTok 是中共操纵的，这不是同样的道理吗？你有什么权利要求美国民众不能收听、收看这样的信息呢？
in this case, our first and foremost argument is we're American speakers wanting to work with an American company, TikTok. If you cut through that and say, well, what about ByteDance? For all the reasons I've said, we have a fundamental interest in being able to work with the publisher and editor of our choice, even if it's a foreign editor or foreign publisher. I mean, the implications of writing an opinion that accepts that argument from the government truly are staggering. As we noted in our brief, Democracy in America is written by a French author sent by the French government. And if an American bookseller wanted to sell that, it would be quite surprising to have the government be able to answer that and say, Congress can ban American bookstores from selling Democracy in America because it's written by a foreign author in conjunction with a foreign government. Blackstone's commentaries could be banned. These examples don't really get to, we're not talking about banning Tocqueville in the United States. We're talking about a determination by the political branches that there's a foreign adversary that is potentially exercising covert influ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I think at the end of the day, let's just say the conclusion is no different because under Lamont, under Whitney, under just basic history and tradition of this country, there's no example in law or judicial decisions of an American speaker being treated any differently because they want to associate with a foreign publisher or a foreign co-author or sell a foreign book as compared to an American one. 我个人觉得啊，就是他整个这样的一个辩论呢，还是非常非常的有利的啊。紧接着第三个方面，这个法官就开始询问美国司法部的这个律师。这美国司法部的律师啊，他的立论主要有2个方面。他说了，现在这个 TikTok 啊，搞的这些大数据啊，你搜集的信息啊非常广泛，你这个人是干什么的，你喜欢干什么，跟什么人互动，然后你经常去哪里，这些信息我不否认对互联网本身非常有价值，但是这个信息对中国这样的国家也非常有价值，它是情报。一旦他们掌握了美国民众这样的信息，它对美国社会就构成了重大威胁。这个法案的立案基础是安全问题，根本不涉及到言论自由，这是第一点。他说第二点，就算是这个退一步，他说所有的这些言论，TikTok 上的言论都是通过中国政府操控的 TikTok 上面的公司字节跳动他们制作的一个搜索引擎制定的一个推算算法，这个推算算法啊，最后你表面看是美国民众说的话，但其实都不是，是中国工程师发表的言论，因为它只会让你看到这个工程师想让你看到的内容。你比如说，你 TikTok 上说的台湾都是中国的，你看到基本都是那个内容。然后不是还有一个维吾尔族的人说了一个什么内容之后就被他删了吗？对吧？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他说我们不反对中国的工程师在美国的境内发表自己的言论，但是我们反对中国的工程师操纵言论之后在美国社会形成的结果。他说，请你分清楚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啊。那美国的法官就问这个美国司法部的律师了，那按照你这个所有权带来控制这么的一个理论，那从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的原点出发，那对所有的外国公司，这互联网的平台公司都面临着同样的风险，那你是不是要求应该禁止所有的公司啊？那不光是中国的公司啊，那你怎么处理这个问题？那美国的司法部那个律师就说，哎呀，这个问题好像还有点棘手。那美国那个法官说，他也不棘手啊，按照你的原则的话，你应该比如说限制都是20%，或者你都出售了，你不出售的话，那你不都是有可能受到外国政府的影响吗？是吧？否则的话，那不就是这个问题吗？而且他说，你如果要是论述到这个所谓的一个操纵原则的话，那就一定涉及到言论自由的保护。因为你说安全问题，那可以不涉及，因为安全问题你就说跟言论自由无关，跟第1修正案无关。但你只要说到操纵言论，那我们就得讨论这个美国的宪法第1修正案。那么涉及到宪法第1修正案的话，那我就问你，你虽然说外国政府当时不受美国在国外的言论不受到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的保护，那我就问你了，他说，那么这个当时美国那个邮件案的时候你怎么理解？邮件案，因为当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不是裁决了美国政府限制这个公民必须主动发一个声明才能接受共产主义小册子的时候，行为违宪了吗？
那是个主动性行为，对不对？那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整个这个庭审2个小时，我听下来之后，我觉得是非常精彩啊，因为可以想象的话，就是到了将来最高法院的时候，也会围绕着美国这个宪法的基本原则进行辩论。媒体一般来都说这个美国司法部在这里占着上风，但是我仔细读完这三场3个回合的这么一个法官跟律师之间的交锋，我觉得双方应该说是旗鼓相当。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这个案子，我个人觉得，其实美国参众两院通过这个法案理由的确有可能涉及违反美国的第1修正案，因为你要用一个预防性的风险、不确定的风险，要制定一个限制言论自由的标准，那你的确得有一个非常高的审核标准如果要是说有一个可替代方案的话，能达到这个目的，你就是没有必要通过立法禁止的方式对吧？那么你在这种情况下，你没有给这样的一个公司一个合理的选择，因为你说这个算法本身是由中国控制的，你说这个算法就是卖给其他公司了也不能用，但你想想，你这个如果没有这个算法的话，其他公司买了有什么意义呢？因为 TikTok 的核心竞争力就是这个算法那你不就是逼这个公司死吗？你又没有采取一个其他的可替代的选择方案嘛？所以在我看来，这个本身的立法的确有很重大的嫌疑是违反美国的宪法第1修正案的。当然了，最终它是不是违反美国的宪法，还要等美国的法院裁决现在双方都要求这个美国的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12月6号之前做出裁决，因为这个法案的生效日期是明年的1月份。你裁决完了之后，双方还要向联邦最高法院上诉呢。当然了，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他们有权选择接受上诉，也有权选择不接受上诉。但我认为这个官司将来一定会打到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也一定会非常精彩。我们也会继续跟踪这个案子你想想，假如说美国最终禁了这个 TikTok， 那美国的用户如果要想用 TikTok 怎么办呢？他们就得用 VPN 是吧？翻墙你一想想，1.7亿美国人翻墙上 TikTok， 国内中国有几亿网民翻墙上这个 YouTube， 那是一个怎样的情景那中国和美国这2个国家将会变成世界上2大强国，是吧？中国用 VPN 封锁中国的观众看外面的世界，而美国用 VPN 封锁自己的用户上 TikTok。这世界有的时候真的令人难以理解好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And TikTok is suing the U.S. government over a new law that could ban the app nationwide. The social media company claims the law is unconstitutional and violates Americans' rights to free speech. Americans need to ask themselves whether they want to giv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 ability to control access to their data. We tell our adversaries, don't mess with us. That TikTok outlines in this lawsuit is that a possible ban infringes on the rights of 170 million Americans who use the app right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TikTok also argues that the Chinese parent company ByteDance cannot get permission from the Chinese. I want to get to the bottom line of Your Honor's question, but I want to correct the premise. It's not owned by China. The owner of TikTok Inc., it's ByteDance Limited. It's a Cayman Islands holding company that's owned by subject to Chinese control. They're subject to Chinese control. Well, they argue that, but I think the critical issue here is what they're saying is because there is the possibility of future Chinese control, right? They don't claim anything has happened yet. I think it would be a real shame if it was bann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 think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TikTok as a platform for that is exceptionally useful. It hurts our mentalities, and I think we should just go back to building blocks and toys and playing outside rather than being consumed by social media and the false reality of it. 在国内浏览消费嘛，查一下资料就很好。像胡锡进这个第一的人，他们也在翻墙。
上外国的网站上面发表言论，他们全部违法，他们办了手续了吗？他们经过同意了吗？这些问题啊，让我们78群众啊百思不得其解。